海上钢琴师是意大利导演朱塞佩·托纳多雷的传世之作，创作于1998年。他以深海为舞台，用琴键铭刻灵魂。在弗吉尼亚号邮轮的方寸天地间，蒂姆·罗斯饰演的钢琴天才1900用琴键诠释传奇。他指尖流淌的即兴乐章是风暴中滑翔的诗篇，是与爵士大师巅峰对决时的惊世绝响，是舷窗外惊鸿一瞥、初恋侧影时流淌的 Playing Love。托纳多雷以油画般的镜头雕琢浪涛与音符共舞的梦境。不只看热闹，更要看门道。欢迎来到观影悟道。海上钢琴师成为工业文明洪流中逆行的纯粹符号。你以有限琴键铸无限世界，拒绝登陆名利场，拒绝将音乐异化为商品，更以陆地是一艘太大的船的哲思，刺穿现代人追逐虚妄世纪的迷障。这部揽获金球奖最佳配乐殊荣、欧洲电影奖最佳摄影桂冠、荣膺22项国际大奖、豆瓣9.3分屹立影史之巅的杰作，在2019年修复版重映时仍创亿级票房奇迹。它让每个困于陆地迷宫的灵魂，听见内心深海处那架属于自我的钢琴铮然回响。影片开头，年迈的小号手麦克斯托尼独自坐在湿冷的台阶上，他裹着一件旧大衣，神情疲惫而忧郁，手中摩挲着那只陪伴他半生的镀金小号，眼神中透露出深深的怀念与失落。记忆如胶片般闪回，浓雾中弗吉尼亚号破浪前行，三等舱的移民们攥着行囊，疲惫的眼眸里跳动着火焰。突然有人喊了一声 America， 声音一下子划破了晨雾，人群瞬间沸腾，纷纷涌向船头，踮起脚望向前方。灰蓝天色中，自由女神浮现，众人欢呼着，眼神里充满了对这片土地的渴望。麦克斯托尼推开一间当铺的木门，他沉默地从盒子里取出康恩小号。当铺老板掂量着乐器，冷冷地说道：“25美元。”一番讨价还价后，麦克斯攥紧钞票，转身欲走，却突然驻足，想再最后吹一次小号。At least let me play it one last time. Playing Love 的旋律流淌而出。就在此刻，角落的留声机播放出同一支钢琴曲。老板盯着唱片低语：“这曲子不知是哪位杰出的钢琴家创作的。”麦克斯目光幽深，若说演奏者并不存在，也绝非虚言。当铺老板俯身不断追问，麦克斯眼神闪烁着，尘封数十年的传奇悄然浮出水面。1900年的第一个清晨，豪华邮轮弗吉尼亚号正在横跨大西洋。头等舱的宴会厅里，新娘狂欢后的寂静笼罩着空荡的舞场。锅炉工丹尼·布德曼在清理现场时，意外地在宴会厅中央那架三角钢琴上发现了一个被遗弃的男婴。婴儿安静地躺在一个小木盒里，盒子上写着 T.D. Lemons， 丹尼解读为 Thanks Danny， 于是他收养了这个孩子，并为他取了一个长长的名字，丹尼·布德曼 T.D. 柠檬1900。这个被命名为1900的孩子没有出生证明，没有国籍，也没有任何官方的身份文件。他的人生就这样在连接着旧世界与新大陆的邮轮上，在这艘漂浮于茫茫大海的钢铁巨兽的底舱锅炉房里悄然开始了。1900在锅炉房里长大，老丹尼用简陋的方式教育他，告诉他妈妈是一匹赛马的名字，而孤儿院则是一个关押没有孩子的大人的监狱。这些天真的谎言构成了1900对世界的初步认知。老丹尼的记住，船外的一切都是坏的，这句话成为1900一生的信条。弗吉尼亚号俨然是1900的成长摇篮，船上的牙医和厨师等对这个在底舱长大的孤儿都怀着一份朴素的关爱。威严的船长在发现幼年的1900因贪恋奶油蛋糕而把自己弄得浑身狼藉时，也只是抱怨老丹尼收养1900违法，并说这捣蛋孤儿该管教。丹尼咆哮着回敬船长和法律。某天船只遭遇暴风雨，老丹尼在弗吉尼亚号底舱被断裂的吊钩击中头部，重伤的他躺在医务室床铺上，用最后的力气听着孩子磕磕绊绊地念着报纸上的赛马报道。丹尼在笑声中停止了呼吸，船员们将他的遗体裹进帆布袋，带上用红漆写着 Thanks Danny 字样。1900沉默地注视着这一幕。在简朴的海葬仪式中，帆布袋滑入灰暗的大西洋。当船长准备将非法收养的孤儿移交给纽约港当局时，1900已消失在船舱深处。数周后，深夜的宴会厅突然响起钢琴声，众人循声发现8岁的1900正端坐在钢琴前，无师自通地弹奏着动人的旋律。
船长惊讶地说：“这不符合规矩啊！”男孩抬头平静回应 Fuck the regulations。这一刻，他的音乐天赋与反叛精神同时觉醒。镜头回到当铺，老板一头雾水，搞不懂唱片和故事有什么关系。麦克斯缓缓开口：“这曲子就是1900创作的。”随即又追问：“你是怎么得到的母盘？”老板解释道：“碎片当初被人撕碎，塞进一架钢琴里，我一点点把碎片找出来，花了不少心思才拼起来。”麦克斯的目光扫过角落那架旧钢琴，琴键上几道细微的划痕刺进眼底，他认出了弗吉尼亚号那架斯坦威钢琴。老板接着冷冷地说：“那艘船几天后就要被处理了。”麦克斯奔向码头，只见弗吉尼亚号锈迹斑斑，半沉在浑浊的港水中，像头没了牙爪的怪兽。起重机正拖走最后几件破家具，工作人员利用腐朽的舷梯往船上运送着炸药，准备炸毁它。麦克斯思绪回到第一次作为小号手上船的画面，当时的他作为一个登船谋生的小号手，成为了1900为数不多的朋友，也是这个传奇故事的见证者与讲述者。影片中最令人难忘的场景之一是暴风雨之夜1900邀请晕船严重的麦克斯一同治疗的那场戏。麦克斯狼狈呕吐时，年轻帅气的钢琴师1900如幽灵般立在摇曳的吊灯下，他像扎根在甲板上般纹丝不动。1900让虚弱的麦克斯跟着来到一架钢琴前，他让麦克斯松开钢琴的固定栓，两人随着颠簸的船身在光滑的地板上滑动，钢琴成为了他们的方舟。1900的手指在键盘上飞舞，音符与海浪完美同步。这一刻，他不仅是在演奏音乐，更是在与海洋共舞，展现出一种近乎神秘的与自然韵律合二为一的境界。1900和麦克斯因钢琴撞毁了船上的设施，遭船长惩罚，被发配至锅炉房铲煤。在煤堆上，两双沾满乌黑的手紧紧握在一起，汗水和煤灰成了友谊的印记。故事回到麦克斯，他站在那艘破旧生锈的弗吉尼亚号前，拆船厂散发着死亡的气息。麦克斯坚信好友1900那个从未踏上陆地的钢琴天才依然藏身其中。他冲向舷梯，却被工人们粗暴拦下。麦克斯找到爆破负责人，但对方冷冷表示船只已经彻底检查过了，空壳一个，同时还质问麦克斯：“你当时在船上做什么的？”麦克斯抬头挺胸，骄傲地回答 I played. 故事又重回弗吉尼亚号上，1900逐渐成为知名的钢琴师。他的音乐不属于任何流派，而是大海的馈赠。他能从乘客的神情、海浪的节奏，甚至蒸汽机的轰鸣中汲取灵感，即兴创作出令人沉醉的旋律。头等舱的贵族为他的才华而痴迷，在喧嚣混杂的三等舱里，1900即兴的钢琴声如魔法般抚平喧嚣。男人出神刮胡子，婴儿随节奏吮吸，甚至吸引了身着考究西装的美国参议员。他穿越层层甲板，来到这底层船舱，与普通移民们一同屏息聆听。不同语言阶层的乘客们瞬间沉浸于这纯粹的旋律。音乐短暂地消除了界限，为所有漂泊的灵魂注入了慰藉与光亮。一天，麦克斯问1900为什么不下船，说他在陆地上一定会是个名利双收的钢琴家，可以娶妻生子。1900却这样回答，他认为陆地上的人浪费了太多时间，总是在问为什么。他举例说，他们在冬天忧虑夏天，在夏天又担心冬天将至，所以总是追寻遥远的地方。他觉得这不适合自己。一天夜里，1900像往常一样弹奏钢琴，暗处却突然响起手风琴声应和。一位衣着朴素的老人从阴影中走出，向他打招呼，坦言听出了1900琴声中的落寞。老人讲述了自己的故事，他原是一名农夫，曾以为脚下那片土地就是他的全世界，然而命运多舛，妻子与人私奔，5个孩子又患上热病，仅存一个女儿。万般无奈之下，他只得离开了那片承载痛苦记忆的土地。当他在船上第一次遥望大海时，决定开启新生活。舞厅里，1900为舞会伴奏时，他仿佛拥有看透人心的魔力。他一边即兴演奏，一边低声向身边的麦克斯解读着眼前的众生相。他指着一位珠光宝气的贵妇，说她像是和情人一起杀死了丈夫，带着财宝出走。接着目光转向一个神情忧郁的男人，说那人像是心里装着无法忘却的事情。随后又看向一位舞姿撩人、眼神疏离的女士，断言她像是看破红尘的妓女。最后他注意到一个穿着不合身礼服、举止紧张的小伙子，琴声变得滑稽戏谑，告诉麦克斯此人像是偷了别人的衣服来到头等舱寻找艳遇。1900的音乐和话语精准地捕捉并揭露了每个陌生人隐藏在表象下的秘密与故事。
1900的名声传到了陆地，傲慢的爵士乐发明者杰利·罗尔·莫顿登船挑战。3回合的钢琴对决成为影片最经典的片段之一。第1回合，莫顿弹奏了一首技巧华丽的爵士乐，赢得满堂喝彩。1900却以一首简单的平安夜回应，看似认输，实则讽刺。第2回合，莫顿演奏了一首深情复杂的曲子，1900听完后泪流满面。之后，他竟分毫不差地复刻出来，甚至加入了自己的情感表达。第3回合，莫顿倾尽毕生所学，奏响一首炫技杰作，而1900的回应则是一首快得疯狂的即兴曲。琴键在他的指尖下燃烧，气势如同4手连弹，一曲终了，滚烫的琴弦竟点燃了香烟。这场对决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2种人生哲学的碰撞。莫顿追求的是征服与名誉，而1900的音乐只属于大海。莫顿代表着爵士乐的程式化框架、蓝调音阶、即兴套路，而1900在第3回合的疯狂演奏彻底粉碎了规则。当莫顿将爵士乐包装成可贩卖的创新产品时，1900那句 Fuck jazz too 是艺术纯洁捍卫者对媚俗时代最响亮的耳光。1900的一生几乎从未偏离过轨迹，只有一次例外。那天，他从3等舱的舷窗望出去，忽然看见甲板上一个年轻的移民女孩，朴素却美得让人心里发颤。她的眼神纯净，如同笼罩在晨雾中的海洋，带着对未知未来的憧憬与一丝淡淡的乡愁。这惊鸿一瞥击中了1900的灵魂，一股前所未有的情感奔涌而出。他坐在钢琴前，任由指尖流淌，一曲充满悸动与爱意的 Plain Love 就此诞生。这份情感如此珍贵，以至于唱片公司的人上船为他录下这唯一一张承载着他心事的唱片，但他却不惜毁约拿回唱片，要在女孩下船前将这份独一无二的礼物送给她，作为他无法言说的告白。1900在船上一直寻找着女孩，甚至在女孩睡觉时偷偷地亲吻了她。当船抵达纽约港，汹涌如潮的移民人海瞬间淹没了码头。1900焦急地在船动的人头中搜寻，终于看到了那个美丽的身影。他鼓起前所未有的勇气挤上前去，轻轻拍了拍女孩的肩膀。女孩转过身，1900立刻认出了她，正是那位手风琴农夫的女儿。两人深情交谈，女孩轻身向前，迅速而轻柔地在1900的脸颊上印下了一个吻。然而话未说完，人潮巨大的推挤和喧嚣几乎要将他们冲散。1900在慌乱中试图将唱片塞到女孩手里，但距离已被拉开，呼喊声被淹没。在人潮淹没前，女孩将陆地上的地址告诉1900，随即被裹挟而去，消失在陌生的土地。这场无果而终的邂逅，像一颗投入心湖的石子，激起的涟漪久久未平。1900做出了人生中唯一一次决定下船的尝试。In 3 days when we get to New York, I'm getting off the ship. 弗吉尼亚号再次停靠纽约港时，他穿上了麦克斯送给他的那件精致的驼毛大衣。在船员们祝福与送行的目光中，他迈开了脚步，第一次真正走向连接船与陆地的舷梯。他一步一步地往下走，离他从未踏足过的世界越来越近。然而，当他走到舷梯的中间，停下脚步，目光穿透薄雾，投向了眼前那座由无数钢铁森林构筑的无边无际、延绵至天际线的纽约城。庞大而冰冷的景象瞬间吞没了他，他凝视着那片无尽而难解的陆地。最终，他缓缓摘下头上的帽子，手臂一扬，将帽子扔进了大海。这个动作完成了他内心无声的抉择。他没有再说一句话，步伐坚定地回到了他唯一的世界。了解好友脾性的麦克斯始终觉得1900一定还在船上。他不顾一切地闯入当铺，找回了那张当年1900为心仪女孩录制的唯一母盘唱片。带着这张承载着往昔与希望的唱片，麦克斯冒险登上这艘即将毁灭的钢铁废墟。他在迷宫般的船舱内搜寻着，音乐播放遍了每个角落。最终，在船体最深处幽暗的底舱，1900终于出现了。1900从未离开过这片属于他的领土。麦克斯激动地说要与他组个乐队，试图说服他下船开始新生。但1900的心意已决，他对这个唯一懂他的朋友做出了自己的解释：陆地对我来说是一艘太大的船，一个太漂亮的女人，一段太长的旅程，一瓶太浓烈的香水，一种我不会创作的音乐。我出生在这艘船上，世界从我身边经过，但每次只有2000人。这里也有欲望，但不会虚妄到超出船头和船尾。你用钢琴表达你的快乐，
但音符是无限的。在有限的琴键上，你才能创作出无限的音乐，那才是我的人生。麦克斯泪流满面，明白一切劝说都已徒劳。一个兄弟间的拥抱后，他带着无尽的悲伤与尊重，独自走出舷梯。在最后的告别时刻，1900抬起双手，仿佛面前仍有那架钢琴，在寂静里弹出只属于他的最后旋律。不久，巨大的爆炸轰鸣声响彻海港，弗吉尼亚号在冲天的火光与浓烟中缓缓沉入冰冷的海底。麦克斯坐在昏暗的当铺里，疲惫而感伤地向老板讲述着1900的故事。故事讲到尽头，麦克斯缓缓起身准备离开。临别时，当铺老板忍不住追问 Who hid the broken record inside the piano? 麦克斯停下脚步，轻声说道：“那个人就是我。”麦克斯走出当铺大门，老板追上前，将小号还给了麦克斯，留下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一个好故事可比一个旧小号值钱多了。”最终，麦克斯的身影渐渐消失在道路的尽头。电影完。《海上钢琴师》不仅仅是一部关于音乐的电影，更是一部关于选择的哲学寓言。1900拒绝陆地，并非因为恐惧，而是因为他早已在有限的琴键上找到了无限的自由。他的故事叩问着每一个现代人：我们是否在无尽的选择中迷失了自己？真正的自由是否恰恰来自于对某种界限的坚守？在浩瀚的世界里，1900选择了他的船，而他的音乐成为了永恒的潮声。钢琴的88个键，它们是有限的，但音乐是无限的。男主角1900将钢琴视为对抗工业文明异化的武器，在标准化的88键框架中，他通过即兴演奏实现灵魂自由。这种有限中的无限暗合海德格尔对技术时代的批判。当陆地沦为资源化的世界，游轮上的钢琴成为诗意栖居的飞地。1900的 Fuck 宣言是对工业时代的彻底叛离。Fuck the regulation， 童年时打破生存规则，象征对体制化生活的蔑视。Fuck the jazz， 与爵士乐鼻祖斗琴，实为艺术纯粹性对竞技化、商品化音乐的碾压。琴弦点燃香烟，隐喻灵魂，灼烧世俗。摇摆的见证者也是电影的叙述者。麦克斯藏起了1900的唱片碎片，却最终卖掉小号，隐喻艺术灵光在机械复制时代的消亡。当他说这小号是我的一生啊，却为生计放弃乐器，揭示现代人谋生与存在的割裂。他的流浪本质是被陆地异化却无力回归海洋的精神流亡者。杰利·罗尔·莫顿带着世俗的头衔走上船，穿着华丽西装，叼着香烟，手指一落琴键，仿佛整个爵士乐的世界都该向他低头。他把音乐当作权力的象征，炫技成了身份的证明。他的傲慢并不只是个人的姿态，而是那个时代无数自以为拥有真理的缩影。他的狂妄在1900面前不堪一击，因为音乐的真正力量不是发明权，而是能否触及人心。有限性与生存勇气的辩证法。我的手风琴只有几个键，但足够演奏人生。这句话奠定1900的琴键哲学基础。老人用手风琴奏响的乡愁，是对创伤记忆的升华。当他看到大海决定重启人生，实则是将希望寄托于新大陆，与1900的海洋坚守形成镜像对照。手风琴老人用琴键守护乡愁，麦克斯在小号里寄托一生，莫顿把爵士当作权力的皇冠，而1900在钢琴上找到了无限的灵魂。他们都曾在这片海上演奏自己的命运，有人上岸，有人沉没，但无论归处如何，这部电影最终写下的是每一个人在有限世界里寻找无限自由的乐章。本期海上钢琴师解析完毕，欢迎评论、点赞、转发，你的支持是我们持续努力的动力。